之前呢，二金测试过兆星 ZX C4580的 CPU 以及与它适配的延祥工控主板。在那期视频当中，有很多小伙伴在留言区中说，工控主板不是用来打游戏的。二金为什么不用最新的 KX6000系列来做测试呢？不好意思。今天我们终于拿到了工程版的新英杰 C1888 主板，以及兆星消费级 KX6000系列的旗舰级产品 KX6780A。我们的主板与 CPU 全部都藏在了这个 D1S 的小机箱当中，大家也一定猜到了，这块 C1888 主板采用了 IT 插板型的设计，带有2条笔记本内存插槽，最高支持 DDR4 64G32的内存。存储方面呢，提供了一个 M-SATA 以及一个 SATA 接口，并且主板还自带了一个 SATA 的供电接口。此外还有一个 EDP 接口，2条 COM 接口，一个前置 USB 2.0， 还支持 PCIe 无线网卡。而在网卡旁边的则是一条 PCIe 3.0×8独立显卡插槽。在 I/O 方面 ，HDMI 与 VGA 视频输出接口呢各有一个，2个 USB 2.0， 2个 USB 3.0， 还提供2个千兆网口以及音频输出接口。而主板一侧还直接封装了一块兆星 KX6780A CPU。这款 CPU 采用了8核8线程的设计，采用16纳米工艺，设计热功耗70瓦，频率为2.7 GHz。内核代号陆家嘴，2G 缓存8MB， 但是没有3G 缓存。大家应该还能注意到，这块主板上是没有南桥芯片的。是的，这块主板上没有桥片，所有的北桥、南桥、内存控制器以及 C960 核显也一同都集成在了 CPU 内部。目前由于这款主板是工程测试版，所以主板与 CPU 供电全部由这个最高功率90瓦的电源适配器或者4pin接口并联提供。在未来正式发售时，4pin会改成主流24pin接口，而 DC 电源接口不会取消，以方便小机箱用户来使用。而 CPU 供电方面呢，也会增加一项电感。说到这里啊，大家一定会对这块主板有些疑虑。确实，目前看来，这款主板与市面上主流厂商生产的主板都不太相同。比如说，它没有 M.2 接口，甚至散热孔位与主流标准都不同。二金也早有和大家相同的疑虑，在询问过厂家后，得到明确的回应。新英杰不单单只是想做政府机关、央企、国企这类国产电脑传统客户的生意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进军 DIY 市场，走进普通消费者的视野当中，尝试着与英特尔、AMD 所各自率领的主板厂商进行抗衡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很漫长，也很艰难。厂商也说，目前这块主板支持 NVMe 协议，正式版发售后会增加 M.2 接口，开关机跳线也会提供，散热孔位则会采用一个消费级的主流标准。此外，正式发售后，主板可能会选择白色作为主要配色。当然，这些也要等正式版发售后，我们才知道具体信息。而兆星方面则在研发独立显卡与 KX7000系列 CPU， 显卡性能对标 GTX 1070，而 CPU 则会采用7纳米工艺。所以屏幕前的各位小伙伴对这款主板以及 CPU 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建议，欢迎大家积极留言或者是写在弹幕之中。说完了外观部分，我们当然也要来看一看这块旗舰级别的 CPU 与我们曾经测试过的 ZX C4580在性能上有多大的差别，看一看国产 CPU 究竟能有多大的进步。我们首先打开 R20， 测试过后，我们看到多核结果的确进步不小 ，KX6780A 足足高了270%，这其中多出来的4颗核心功不可没。而在 CPU-Z 中，单核性能提高149%，多核提升193%。到了国际象棋基准测试当中啊，运算速度从2933提升到了9919，提升幅度达到了238%。从这几项测试当中，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兆星的进步，这些测试结果普遍都能达到 ZX C4580的3倍，甚至更高。而生产力这块，我们使用了达芬奇 B 肉读取测试来作为参考，这时候数据就有些不太好看了，只能够完成在1080p 分辨率下的剪辑工作，与市面上主流产品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，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正视的。
跑完以上那些略显枯燥的测试，终于可以进行我们的游戏测试了。二金也是期待不已，所以特地为这块 KX 6780A 选择了一块2060 Super， 方便和之前的 ZX C4580来进行对比。二金决定我们先从一些小游戏开始。我们首先打开了中国式家长，还不错，全程60帧，完美流畅的体验。现在我们加入一些难度，打开《雨中冒险2》，进入这种3D 场景当中，帧数依旧保持在60帧左右。接下来我们来跑一跑 CSGO， 相比 ZX C4580 720P 的分辨率，我们决定给新一代兆星加一些难度，放在了1080P 下，进行了这场不太公平的对比。可惜这里我们忘记开启 Afterburner 监控软件，只能从右上角看到帧数。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者之间的差距，完全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KX 6780可以做到平均帧率在60帧，最低也有45帧左右，而 KX 4580则全程在20帧这个贫困线上下徘徊。通过刚才的游戏测试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，在面对日常轻量化办公以及简单游戏娱乐方面，的确做得还行。相比之前的 ZX C4580，可以说是提升非常的大。实际上 KX 5000系列就已经开始从学习借鉴他人经验转向了团队自我研发，而 KX 6000系列的整体架构完全是由兆星团队研发出来的。但在游戏测试中，我们也注意到 CPU 与 GPU 占用率都是比较低的。在我们沟通之后得知由于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工程测试主板，主板的 PCIe 槽对显卡功率进行了限制，而正式版发售后会解除这个限制。二金呢也觉得非常的感兴趣。那么在3月份我们拿到正式发售后的版本时，也会测试这一套主板与 CPU 的极限性能，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我们国产厂商终于有信心去面对市场的考验，想要走进普通消费者的视野当中。如果产品性能确有一定的保障，在性价比方面呢也能做得不错的话，对于我们 DIY 爱好者来说就是多了一种选择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正式量产后的售价，希望厂商能给出一个合理的价格。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为这款产品留下自己的看法或者是建议。从我们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，这漫漫的长征路，我们一定可以越走越好。今天呢是我们农历新年的第1天，祝二金所有的小伙伴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阖家欢乐，花好月圆二金还在 B 站的就是这个动态区给大家抽出了一张2080钛，大家一定要切记去沾一沾喜气。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我所有小伙伴的收看，大家记得点赞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